不是做梦。跑什么？这样不吃人？不是，我就想上个厕。朕的寝宫有公桶。这是朕的贴身之物，从未离身。带着它，天下人都知道你是朕的人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朕的贴身衣物，穿上。我一个大男人穿肚兜？朕的东西弄丢一件，朕就亲自来找你。一个大唐女帝主动要包养我，客观来说，条件不差，管吃管住管上位。但问题是，她那边砍头跟切菜似的，我这小命扛得住几刀？把这些逆党的头砍了，挂在朱雀门上。樊郎，你终于醒了，琪儿等了你一早上。你脚底下那位还在冒血呢。碍事。昨晚樊郎走得太急，琪儿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不是我想走，是那破镜子把我弹回来的。术士说阵法不稳，撑不了太久。不过樊郎别急，只需1月，阵法便能彻底稳固。到时候，樊郎就能永远留在朕身边了。这一次，谁也带不走你。等等，什么叫永远？我这边还有学要上，有花呗要还。那些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陛下，突厥10万大军压境，粮道将断，老臣已替陛下拟好联姻国书，只需陛下用印，便可退兵保社稷。退下！朕的婚事何时轮到你做主？樊郎，1个月后见，妻儿会来接你的。1个月后强制穿越，去那个砍头跟切菜一样的时代，还有那个姓裴的宰相，看起来就不好惹。不过说实话，这软饭的质量也是真的高，但万一他哪天不高兴了，我的脑袋也得挂朱雀门上，得想个办法，要么不去，要么去了得让他离不开我。我问的是生存问题，你们一个个往哪儿想呢？最重要的是学怎么哄女人，你那位可是女帝，哄不好是要杀头的。好像有道理。如何讨好强势女性？不许动，双手抱头。林凡，是。某乎帖子是你发的，1个月后穿越大唐，在线等级。是。研究火药配方，查阅军事资料 ，IP 定位直接定到你这间宿舍。炼钢火药武器，你小子你到底在策划什么？处长，我来翻译一下。这位大学生觉得自己要穿越大唐当驸马，正在做功课呢。穿越大唐，女帝包养。你小子是不是下文看多了，脑子烧了？我说的是真的。处长，这种精神病，直接送鉴定中心得了，浪费咱们资源。带走。林凡，你一个普通未毕业的大学生，某乎发帖说1个月后要穿越大唐，造谣是犯法的。张处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被这面古董铜镜拉去大唐，看到了女帝，她说服了我，
让我1个月后过去，锦衣玉食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当大的，其他小的他不管。哟，说服了我。你知道你现在涉嫌什么吗？非法持有疑似文物，网络散布恐怖信息，研究违禁爆炸物配方，够判你好几年了，还跟我扯什么女帝？陈哥，处长，我说句实话，把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大学生当回事儿，传出去，整个特勤处的脸往哪搁？我知道你们不信，这个他给我的定情信物，你们随便捡，地摊货吧。我老家庙会10块钱3个。等等，等等！钟教授，有丝毛雕，这是游丝毛雕！什么？这个雕刻工艺失传了上千年，现代仿不出来。天寿元年玉制，全世界现存的5朝玉制玉器只此一件啊！这东西哪儿来的？我说了，女帝给的。你们不信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林凡同志，你老实交代，对方到底什么底细？睡之前以为是中二病少女，谁知道是真女帝呀！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一条通往大唐的时空通道，这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儿，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级别发现。处长，就凭一块来路不明的玉和一个精神病的自涮，您就要往国家安全上靠，这也太儿戏了！谁能证明这块玉是真的？万一是高仿呢？我来证明。走，去科学中心检验，那里有最专业的仪器，可以检测碳14存在的年份。随便检测。碳14的检测数据精准指向公元690年，微痕扫描显示，玉佩表面无任何现代合金刀具切割痕迹，确是古代玉匠手工游丝毛雕，这保存状态简直是完美级！不可能，完美级，没有任何文物历经千年还能像刚做出来的一样，这违背科学。那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他还挂在大唐女帝脖子上。是真的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我要去报告所长。完美级保存，公元690年，难道他说的穿越都是真的？不，一定是巧合。既然已经查明玉佩的来历，你们也该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了吧？信你什么？他就算是真古董，也不能证明你说的什么铜镜、穿越、女帝包养这些鬼话。那你怎么解释这玉佩的完美保存度？或许是某个保存条件很好的古墓里流出的真品，被你从黑市上买到的。我一个穷大学生，去黑市买一块不当吃不当喝的玉佩，你怎么能？处长，鉴定文物真伪是一回事，相信一个人的穿越又是另一回事。玉佩的来源依然存疑，我建议对他进行正式调查，查清这块玉佩的真正来历，或许还能破获一起文物走私案。我不是针对你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总会有比一块玉佩更有力的证据。但在那之前，樊郎，樊郎，你在吗？都安静，女帝大人找我了。樊郎，朕唤了你这么久。所有人回去。全体都有，向后转，谁敢回头，直接发配非洲。林凡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？这就是他说的大唐女帝？那皮肤的身材。希儿，你先把衣服穿好。为何？大唐民风开放，这有何不同？这边不一样。樊郎，亏你还说是新世界，怎么比朕这个古人还封建？好了，樊郎松手吧，你刚在跟谁说话？同学，在我宿舍蹭饭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叫他过来，让朕瞧瞧。张处长。中年壮硕，发量不多，表情严肃，还算周正。叫什么？张建国。张建国，朕封你做樊郎的贴身护卫，专职护他周全。若樊郎少了一根头发，朕拿你全族问罪。恭喜你，被大唐女帝纳入编制了。我是特勤处处长，现在也是大唐护卫统领了。樊郎，有事让他办。这些拿去给你打点，若不够，樊郎再问朕要。
镜子里飞出来的，这就是大唐女帝给的零花钱。这是朕的私铺里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朕先去上朝了，晚上贴贴。丁，宿主已被大唐女帝的黄金暴击砸晕，检测到极致包养行为，拼软饭系统正式激活，附送过目不忘本领。警告：女帝单方面投入过高，宿主回礼为零。女帝失望将引发蝴蝶效应，历史线永久改写，龙国国运崩塌。回礼剩余时间5分钟。5分钟？我上哪儿找回礼去？什么？只剩5分钟？送一套《资治通鉴》。《资治通鉴》里面写了他怎么死的，你让我送对象一本他的死亡说明书。AK47 设计图，有了这个，全部蛮族碾压。AK47，他那边连铁都练不利索，你给原始人送一台电脑让他上网冲浪啊？都别吵了，他是古代人，没见过现代的东西，给他整点科技与狠活。对，辣条、快乐水，再准备个平板，再下几百部偶像剧。这些太轻了，不够排面。我不只是要讨女帝开心，还得让她的江山稳得住，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？是不够大气。把那台天文望远镜拆下来，送过去。不，老张，那是国家天文台的镇馆之宝啊，造价8000万，能看到10万光年外的星云。全国就这一台，还没验收呢，怎么能送出去？国运都要崩了，还管什么验收？拆！我来。东西送过去以后，你小子就跟他说，为了他，你把满天星河都摘下来送到他眼前了，有没有排面？这逼格够不够？我就问你够不够？有没有排面？够。妻儿，我把整片星河送到你眼前，你喜欢吗？不会把它砸到了吧？陛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亦不可无后啊！告诉你家可汗，我会再劝女帝接受联姻。如若老夫用尽法子，她还不愿，那我愿与可汗里应外合，叫这江山换个主人。可汗说了，只要陪相能打开城门，事成之后，整个关中都是陪相的封地。如今突厥10万大军压境，国运垂危。陛下为了大唐社稷，即便不联姻，也请尽快招婿延续血脉，不可指望那来路不明的凡夫俗子啊！朕看上的男人，只有他能延续朕的血脉。你们这群蝼蚁也匹对他说3道四。陛下，突厥为雁门关戍援，粮草告急，百姓流离，只有联姻可汗才能解围，请陛下三思。够了！真气人！先去看看樊郎又给我送了什么好东西。樊郎，你真是的，对我太好了。那个望远镜朕很喜欢，能看到城外50里的突厥营帐，配你送的兵法，简直如有神助。谢谢樊郎。对了，樊郎，这黑色的水是什么？竟如此好喝。还有这红色的长条，朕从未尝过如此滋味。那叫快乐水，管够，你要多少我有多少。樊郎对朕真好。这几卷是太宗皇帝手书的地范，朕看腻了，你拿去翻翻。这盒子里是西域进贡的天山雪莲，泡水喝，补身子。等你来了，咱们为大唐开枝散叶。对了，今日是我的生辰，樊郎，你不跟朕说点什么？生辰？今天是你生日？去，派直升机，5分钟时间过去海底捞，请个专业团队过来。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，嗨吼，baby。这一调唱得真好听，朕很喜欢。陛下，
宫内抓到了几个刺客，您要不要去？朕去砍人了，回聊。林凡同志，国家可以给你请声乐老师的，报销。这竟是太宗皇帝的亲笔手书，笔迹跟故宫藏品温泉铭完全一致。这可是龙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帝王治国方略，史书上只记载了残篇，原本早就失传了。钟教授，现在还不是你不懂，光这几卷竹简就能改写整个唐史研究，全世界的汉学家都得跪着来求我们借阅，诺贝尔和平奖都不够，得单独给我们设一个诺贝尔历史奖。诺贝尔的事儿先放放，我们来捋一下林凡过去之后面临的局势。突厥10万大军压境，前锋2万驻扎在雁门关外，主力未动，说明他们在等信号，很可能是长安里有内应。所以林凡同志，你过去以后，不只是吃软饭，还要守护好大唐国土。国家会全力支持你，但到了那边，很多事情得靠你自己判断。张处，那我能带枪过去吗？事关国运之事，别说热武器，坦克我都可以给搞来。报大汗！唐军今日突然变阵，我军前锋3次试探全被提前预判，死伤惨重。什么？唐军可能提前知道我的调兵部署，大朝朝堂必有高人指点，传令金狼卫潜入长安，给我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搞鬼。相爷，宫里传出消息，那个妖精里的人送了一件神器给陛下，能看到50里外的一草一木。禁军已经用它摸清了突厥前锋营的全部部署。什么？若突厥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看透，那联姻之计就彻底成了废纸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个所谓的神使还能送出多少这种东西？哼，先下手为强了。从明日起，让内侍把这个掺进他每日的天山雪莲茶里。届时，即便那神使来了又如何？报大汗，唐军不知从何处得了一件神器，如同长了千里眼，能看清我方动静。我说，怎么几天之内，唐军突然能看穿我的一切不是，造出这等神器之人，断不可留！是谁给那女帝送来的神器？把他揪出来！无论是谁，我要当着全军，让他万箭穿心，挫骨扬灰！是。无锡，不管你背后到底藏了什么人，藏在何处，都得死！陛下，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神使，您罔顾江山社稷，拒绝联姻，老臣这才不得不在您的食物里下毒，联合突厥大军破城。您不死，大唐迟早完。黑老狗，你勾结突厥，引狼入室，樊郎乃是我天命中人，岂容你们说三道四？哼！钦天监说陛下被妖精摄了魂，看来所言不假。您那神使呢？都这般境地了，他在哪儿？老臣这就送陛下和这神使下地府相会。樊郎，距离阵法稳固还有13天，妻儿终究是等不到樊郎。若有来世，不愧是国家最高科研园所出品，刑天外骨骼装甲负责近身防御，雷暴电磁步枪负责远程击杀。有了这套装备，你在大唐就是人形步枪炮。遇到感染伤口，用蜂蜜加草木灰紧急消毒，放血、骨折复位等急救方法必须全部背熟。这是亩产8倍的杂交神种，带过去，你就是大唐的农神。幸亏我有过目不忘，否则得学到猴年马月呀。还有13天，我得背完整个现代工业文明。林凡，这是我连夜整理的急救包、便携净水片、打火机等生活用品。陈处长，你之前不是觉得我是精神病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权力的游戏，可以放未筛键版的吗？好好看，等下给你约了课。还有什么要学的？情感专家，有他的培养，相信我，你很快就会成为最强的把妹王。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住你的语言魅力。太专业了，这都能想到。警报！警报！检测到女帝武器生命体征急速下降，空间法阵因女帝绝望情绪提前崩塌。张处长，
女帝出事了！我要提前穿越了！什么？全员1级战斗戒备。陈刚，把给林凡同志准备的书和道种都装进武器装备补给包，扔过去。林凡同志，国家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老子死记硬背了整个龙穴工商，想着端稳这碗软饭，你竟然敢砸锅！准备好迎接现代火力的物理超度吧！樊郎，樊郎，你真的来了！老夫说什么来着？这妖精果然招来了妖物，弟兄们，杀了这妖物，救大唐社稷！妖物还想污名化我？我乃神使下凡，拨乱反正。你说女帝被妖精摄了魂，那你勾结突厥，又是被什么摄了心智？狗胆包天！老夫是为了大唐社稷。这盒子里是西域进贡的天山雪莲，给樊郎泡水喝，补身子。这雪莲里掺了乌头碱，会一点点吃心脉。是你下的毒，解药在哪？快说！你怎么可能知道？1，我说，2，解药在我府中密室，东厢第3间地砖下。去他府上把解药取回来，顺便把密室里的东西全搬出来，一样不留。遵命。喜儿就知道樊郎会来。母亲，母亲！脉搏微弱，心律不齐，最终发残。这是乌头碱慢性中毒。你给他下了多久的毒？3个月，日日不断。难怪毒入心脉，命悬一线。这老狗真是好狠的心。只有意志，打下去能临时拉回心率，但最多撑2、3天。樊郎，别走！不走，但你得撑住。注意，女帝生命体征下降，剩余生命时间71小时58分。若女帝死亡，铜镜碎裂，宿主将永困于大唐，龙国国运线断裂。我国运绝不能断。裴彦辰府中密室搜出来的，帛书上写了毒药配方，但没有解药。解这个毒需要蜂蝶花的提取物。长安城里有没有精通丹药的道士？有个叫气虚的老道士，住在永乐坊。朝中太医都治不好的怪病，他能治，但他脾气大得很。上去太医院的人去请他，被他放出3条大黄狗撵了2条街。不给看，那就让他见识点他拒不了的东西。看不懂字吗？老道不看病，不炼丹，不算命，滚！道长，我不请你看病，我请你看一样东西。这一粒下去，退烧止痛，伤口不烂。没有杂质，浑圆如珠。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这个说来话长，但我现在没时间细说。人命关天，我心爱的人乌头界慢性中毒3个月，心脉衰竭。你手上有没有蜂蝶花？你是什么人？一个端软饭的。道长，时间紧，帮还是不帮？蜂夹花老刀有，但提取需要6个时辰，否则浓度不够，反而会加重中毒。有这些工具，2个时辰足够。
这不是琉璃。老道，我活了70年，也没见过这么通透的东西。以后有机会再教你做，现在先救命。老道行医50年，什么怪病都见过，但用这透明气品蒸药，闻所未闻。你究竟从何而来？一个不用砍头的世界，大部分时候。那倒是不错。太庙出事了！刚刚继续在裴府搜查的禁军来报，搜出了突厥密信，上面列着宫中内应名单，可能有突厥金狼卫混进了禁军中。无锡身边现在谁在守？只有20个禁军和2个宫女，但1个金狼卫能杀10个禁军。道长，这个不能停，停了药也就废了。劳烦您帮我看着，2个时辰后我来取。若我没回来，还劳烦您送去太庙，救人急用。回头请你吃更多。什么东西？味道竟如此奇特。3个突厥人穿的禁军衣服，用的还是草原弯刀。天这么黑，准头有限，得想办法让他们暴露位置。背包里有镁条和化学引燃剂，加上硫磺和木炭，可以做简易半发地雷，踩上去炸不死，但能暴露位置。剩下的交给子弹。看哪！他往侧殿去了，陛下还在侧殿。你一个人解决了这么多，不重要。你来看看这个金狼令，这是突厥可汗的亲卫死士令。他们的目标是铜镜，这几个突厥死士只是探路，外面肯定还有接应。子弹用1颗少1颗，装甲的电量也只够再撑2天了。还是先救人要紧。煎了整整2个时辰，已经到了能用的程度。但老道丑话说前头，3个月的慢性中毒，心脉损伤太深，这药恐怕只能暂时解毒，稳住性命。心脉要养至少半年。先保命，养的事以后再说。心脉趋稳，无头间残毒正在被压制。名单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！朕还没死，朕的江山等不了。裴彦辰余党的名单拿来。陛下，您怎么？名单：兵部主事张温，工部员外郎李冲，太常报事王恒。这3人证据确凿，即刻拿下。明日5时斩首示众。遵旨。名单上余下几人呢？余下4人证据尚浅，放长线。让你的人盯紧了，鼠辈自会领着我们找到更大的鼠窝。他到底是女帝，哪怕躺在鬼门关前，也要亲手攥着自己的江山。朕刚才做了个梦，梦到你提着一把会发蓝光的枪，踩着裴老狗的后背，可威风了。那不是梦吧？不是，裴彦君已经被关进地牢了，你的禁军统领也到了，太庙重新布防，安全的。樊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身上的铠甲，那雷枪，绝非此间之物。你真想知道？朕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，你说什么，朕都信。我来自1300年后，但现在没什么比你活着更重要。那1300年后，朕在你那边是什么名声？千古第一女帝，褒贬参半，但没人敢说你不厉害。那樊郎觉得？我觉得历史书都在骗人，他们明明没写这位女帝是这么粘人的小可爱。混账！樊郎，那你一定知道朕的一生。那历史上的朕最后是怎么死的？你刚解完毒，先养身体，这个以后再说。那你就留下，哪儿也不许去。
救治女帝任务完成，女帝信任值加50，关系评级从白条升至知己，奖励铜镜单次传送体积上限提升3倍。这样就能从现代运更大的东西过来了。正好装甲快没电了，突厥可汗不会只派义务人，我得早做准备，不然下一次我拿什么保护他？樊郎，你不肯说朕怎么死的，是不是结局很惨？林凡同志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铜镜信号连不上，我差点以为你挂了。裴彦真谋反，对武器下毒，还勾结了突厥，放了刺客进宫。昨夜突厥人来抢铜镜，被我干掉了，但子弹打光了，装甲电量也只剩1成。补给，马上补给！铜镜传送开了吗？开了，而且传送体积上限提升了3倍。张处长，这次我需要更多东西，好应对突厥下一次刺杀。放心，早给你步枪到时10组，装甲备用电池蘑菇2套，军用平板电脑1台，可以同步你外骨架设备的记录仪，回放作战状况。还有作物种子1箱方便面2箱辣条，在大唐也不能亏了嘴。太好了，裴彦真虽然倒了，但他在朝中经营多年，余党肯定还有。武袭中毒3个月，朝局人心浮动，我得让满朝文武亲眼看看，谁才是叛国的人。你小子想在大周桃上放 PPT？ 差不多。古人没见过投影，效果比 PPT 炸裂10000倍。樊郎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你先躺着，身体还没恢复。朕要上朝。你中毒3个月，刚灌完解药，上什么朝？裴彦辰勾结突厥的事若不当众揭露，明天就会有第2个裴彦辰。朕若不露面，那些墙头草会以为朕死了。你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上朝？所以朕需要你扶着朕一起去。好，我有办法让他们全部闭嘴。那就好。朕的男人第1次上朝，不能输。陛下，您下令拿了张温、李冲、王恒3人，已于武士伏法。余下4人中，崔正和韩昭最为活跃，近日频繁串联朝臣。臣恐今日上朝，这2人会跳出来闹事。乱不了，我来替陛下收拾干净。婉儿，今日朝堂上若有人说樊郎是妖，记下他名字。是。陛下，昨夜太庙紫雷降世，裴相身死，满城百姓惶恐。坊间都说陛下被妖精蛊惑，引妖物入宫，此人来路不明。臣恳请陛下将他交大理寺审问，以安天下人心。此人来路不明，身穿妖甲，手持雷器，非人间之物。裴相纵有过失，也是一心为了社稷。陛下为了一个妖人杀朝廷柱柱，天下人寒心呐！说完了。臣句句肺腑。樊郎，他们说你是妖物，你怎么看？妖物？那我再使个妖术让你们瞧瞧。这是雁门关外50里处的突厥大营，帐篷4700座，兵力2万。陛下用我送来的千里神镜看到的。各位大人，要不要数一数？这是裴彦真府中密室搜出来的突厥可汗亲笔信，约定里应外合，破城之后裴彦真封王，条件是交出陛下。崔大人，你说裴相一心为社稷，敢问他忠心的是谁家的社稷？裴彦秦密室帛书所载，与突厥通敌者名录：礼部侍郎崔正、御史中丞韩昭均在列。还有谁想替裴老狗喊冤？昨夜裴彦辰叛乱，勾结突厥，
对阵下毒3月，引突厥刺客入宫。若称樊郎千里赴难，朕以身死，大唐已亡。礼部侍郎崔正，御史中丞韩昭，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斩立决。手戟挂朱雀门，与张温、李冲、王恒并列示众3日。陛下饶命！臣是被裴彦辰胁迫的，臣拖下去。其余附逆者，削官籍，全族流放岭南。有不服者，现在上前一步，朕亲自来听。朕今日当众宣旨，封林凡为天策上将府军师，赐金印紫绶，参议军国大事。自今日起，军师之令等同朕的口谕，有异议者上前一步。臣无异议。臣等遵旨。从今天起，你不是端软饭的，你是朕的人，名正言顺。这东西挺沉，能换钱吗？混账！陛下龙体偶感不适，退朝。崔正、韩昭立刻押往大理寺，散朝。樊郎，真威风吗？威风，但下次能不能威风完再斗？不行，朕要让他们看到，是你接住了朕。这女人连熨斗都要算计好在谁面前倒，为我造势，我得让满朝文武心服口服，才不枉费她这番心思。军师接住了陛下。你没看出来，陛下那是故意倒的啊！老夫活了60年，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晕倒这种事儿干得这么有章法。鲍大行，长安传来消息，堂弟封了一个叫林凡的人为天策军师，赐金印紫绶，就是那个召唤雷柱的人。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能有如此力量？会不会和我要找的人有关系？传令金狼卫，给我好好查查他的底。之前那个画像上的人也继续找。你身体不好，不要如此操劳。情况紧急，陛下也是没有办法。突厥骑兵焚烧了北方3批运粮车队，粮道彻底断绝，3日之内斗米涨至300文。京城已有百姓在朱雀门外聚集。突厥这是要逼死长安。不止如此，臣让人核查了官仓账册，上面存粮有4万石，但实际开仓清点只有2万石不到，整整少了一半，不知去向。少了一半，竟如此大胆！哼，大唐的柱柱，你会一个一个揪出来。臣怀疑是兵部左侍郎刘渊经手的军粮调拨出了问题，但暂时没有直接证据。他还提议弃守长安，南迁洛阳。外有突厥烧粮，内有蛀虫偷粮，百姓饿着肚子就会怨朕。户部尚书请开官仓放粮，但官仓存粮只够撑7日。3面刀子一起割，他们是想逼朕要么南迁，要么垮台。还有一件事，朱雀门外有百姓在墙上写了“妖精祸国”4个字，坊间有人在传说铜镜招来了灾祸，突厥围城是因为陛下留了妖物在宫中。他们骂朕，朕忍；说铜镜是祸根，朕也忍。但樊郎是朕的，谁都不准怕。粮道被断是这几天的事，但2万只粮食不可能几天之内就平衡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偷粮食早就开始了，这不是巧合。樊郎继续说。如果刘渊真是幕后那只手，他主动提南迁就说得通。长安一乱，粮价暴涨，他是在发国难财，不能让他得逞。等我种出粮食来，他南迁的阴谋就不攻自破。多亏穿越前赵博士往背包里塞了这玩意儿，不然现在真得抓瞎了。这叫杂交水稻种子，亩产是你们现有稻种的8倍，种下去2个月就能收割。8倍？8倍，这是1300年后的农学成果，解决了14亿人的吃饭问题。但2个月太久，长安撑不住。我还带了无精种子，这东西不挑地，耐寒耐旱，7天就能出苗收割，先救急。朕的黄庄在城郊永安渠旁，200亩上等水田。你要什么，朕给你什么。我还需要一个懂炼丹的道士帮我配方。去请清虚道长。道长，
你炼丹用的硝石就是氮肥的主要来源。草木灰里有钾，骨粉里有磷，按这个比例混合，就是最有效的复合肥料。硝石、草木灰、骨粉，这3样老道炼丹确实常用，可这玩意儿混在一起往地里撒，不会把苗给烧死？比例对了就不会。你炼丹不也讲究火候配比吗？一个道理，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。学会了没？有理，老道明白了。去把各家的草木灰全收来，骨头渣子也要，越多越好。军师大人，不是小老儿不听话，小老儿种了40年地，从没听说往地里撒硝石骨粉还能长庄稼。这要是把苗给烧死了，全家老小跟着饿死，谁担这个责？城里来的官老爷懂什么种地，人菜化海。这像是无精种子，但这籽粒比我们寻常种的更饱满。对，各位都种过无精，知道这东西皮实，不挑地，耐寒、旱涝都能活。只不过你们以前种出来个头小，产量低，当不了主粮。问题不在种子，在土。你们想想，最肥的庄稼是不是都长在沤过粪的地里？我这肥料就是把沤肥的道理用到了极致，让这无精7天就能长到寻常2月大小。7天，军师大人。小老儿种了40年地，所以你比谁都清楚，无精这东西长得快不稀奇，稀奇的是怎么让它长得又快又大。信不信不要紧，那边200亩种1季水稻，这边划出10亩来种无精，7天后就能见分晓。赌一把如何？否则7天后全长安吃什么？种！都愣着干什么？信一把军师大人的种子，种！官仓存粮不足7日。就算再省，也不过多撑几日。军师那套撒灰种地的把戏，真能变出口粮来？等他种出来，长安百姓的骨头都凉了。刘大人所言不差，按目前消耗，后日5时粮尽。明日朱雀门外百姓还会聚集闹粮，老夫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请陛下下旨南迁洛阳。那个所谓军师若敢拦，让他拿粮食来说话。刘大人，军师毕竟有陛下金印在身，当众驳他的面子，会不会太冒险？金印是陛下给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他林凡凭什么坐在那个位上？凭一面铜镜几个花招？长安城里的世家大族经营了几代人的产业，黄庄试验田一搞，下一步是不是要重新张良田牧，打压豪强？到时候在座各位的家主还保得住吗？粮食没有，花招倒是一套一套。诸位想想，他来了之后做了什么？裴相死了，崔大人、韩大人也死了，朝中老臣还剩几个？下一个会是谁？大人，洛阳那边的田庄已经收了3000担粮，都囤在庄子里。若南迁而行，这批粮转手就能翻5倍。急什么？长安饿得越虎南迁，呼声越高。等百姓彻底对女帝失望了，老夫就是救他们于水火的功臣。那坊间散布妖精祸国的人手还要继续吗？加派人手，让百姓骂女帝、骂铜镜、骂那个军师。只要民心散了，女帝就是空架子。是。3天没吃东西了，朝廷到底管不管我们死活？自从那铜镜进了宫，突厥就围了城，粮也断了，都是那妖物害的。樊老，兵部左侍郎刘渊串通了20多名官员，要在朱雀门逼朕南迁。婉儿说，百姓在城墙上写了妖精祸国。你在意？朕这辈子被骂惯了，否极司臣、妖后乱政，什么难听的话都听过。可百姓骂朕，是因为他们饿。朕若连百姓的肚子都填不饱，这天下朕不配做。放心吧，6天前种的速生5斤，明早就能收。10辆牛车的菜，够朱雀门外那些百姓吃上一阵。明天我直接拉到城门口，当着全长安的面摆出来，看刘渊还怎么唱南迁的戏。刘渊这个人，朕一直觉得不对劲。南迁对兵部没有好处，他一个左侍郎，何必拼了命的推？你怀疑他有私心？官仓莫名少了2万支粮，婉儿查了半个月都没找到去向。朕总觉得这跟刘渊脱不了干系。明天我先解决粮食问题，堵住他的嘴，等他自己跳出来，证据自然就来了。好，明日朱雀门，朕也要去。刘渊当众逼宫，朕若不露面，南迁派只会觉得朕心虚。
朕必须去。行，但你必须坐轿子去，不许走路。樊老，明天给他们好好看看朕的男人有多厉害。林凡，能听到吗？铜镜的信号减弱的比预计的更快。技术组测算了一下，上次传送弹药和电池之后，通道的承载力又降了回去。那还能传东西吗？小件还行，大件越来越难。你那边要开始考虑就地取材了。铜镜撑不了太久，粮食问题必须靠大唐自己解决，不能指望从这边传送。诸位父老，官仓存粮不足2日，突厥围城已断粮道，若再不南迁洛阳，全城百姓都要饿死在长安城里。朝廷到底管不管我们死活？都是那妖精招来的祸，把那东西砸了，突厥就不围城了。那位天策军师何在？他不是说能种出8倍粮食吗？7天已到，粮食呢？在哪儿？百姓要饿死了，军师还在黄庄里玩泥巴，只会弄些奇技瑶妙，能变出粮食吗？陛下信错了人，社稷危矣。哟，军师来了，带了你那些撒灰种地的把戏来了。刘大人，你说官仓只剩2日粮，那我问你，南迁洛阳路上要走多少天？要消耗多少粮？突厥骑兵追上来的时候，我们拿什么挡？南迁不是避难，是送死。你不是要口粮吗？看，各位父老，这是黄庄7天前种下的无精，你们都种过无精，知道这东西皮实耐寒不挑地，用了我的肥料配方，让土壤肥力翻倍，7天长到了这么大。我信，种地的老人家就在这里，当面问。小老儿对天发誓，这菜是小老儿亲手种的，亲眼看着长的。军师大人的法子确实好呀，那肥料下去，苗就跟喝了水似的往上窜，咱们不用愁饿肚子了。不可能，7天怎么可能长出这么大的无精？把无精切了分食，让百姓们先尝尝。娘，甜的，你也尝尝。军师神农，军师神农。朕的军师就是朕的底气，大唐不南迁，长安绝不可失。黄庄200亩水田已种下良种，2个月后粮仓装不下，吴京分批轮种，足以撑过这段日子。谁再妄言南迁，便是替突厥口还，赶我们出自己的家门。手怎么这么凉？你又不听话跑出来。朕的男人在外面给朕长脸，朕怎么能躺着？香啊，真香！可汗大人一定会满意这个消息。突厥走狗，竟敢潜入中原，给我拿下！什么？螺旋纹黑玉坠，突厥皇室暗镜。你不是普通探子，说说吧，你来做什么的？军师好眼力，那你可知道你的枕边人爱的是你，还是你这张脸？可汗手中有一面残镜，跟你那面铜镜原本是一对，残镜里存着一个人的影像，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哦，他是什么人？戊戌还没登基的时候，这个男人凭空出现在长安，帮他扫清政敌，杀了30多个朝中重臣，一手把他推上皇位。你可知道，你这张脸可是女帝心中永远的执念，杀了你，她就会崩溃。虽然我现在杀不了你，可我已经把确认你的脸和铜镜一样的信息传回突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关好他，嘴堵上。如果他只是在我身上找另一个人的影子，那这碗软饭我还能心安理得地吃下去吗？检测到宿主情绪异常波动，是否查询前世档案？不急，我喜欢当事人。戊戌，你只是把我当做替身了吗？不管答案是什么，
我得亲耳听你说。樊郎回来了，大理寺那边审出什么了？审出一件有意思的事。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。过去是不是曾有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谁告诉你的？那个突厥的密探，他说可汗手里有一面残镜，存着那个人的影像。20年前，朕还没称帝，甚至还没入宫。那年朕14岁，被从感业寺接回长安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人，他也说他来自千年之后。他帮朕扫清了所有拦路之人，一个不留。朕问他为何如此，他说，因为朕注定会成为千古第一女帝。然后呢？他死了。太子旧部发动宫变，他替朕挡了17刀。死之前他说他会回来的，到时候樊郎就能永远留在朕身边了。这一次谁也带不走你。难怪你当时那么笃定我会传来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林凡。系统所有者信息解锁，宿主前世：天寿元年，术士林凡。偏软饭系统其实名为归位系统，乃前世宿主临终前自设，嵌入铜镜核心阵法。等等，所以上辈子的我临死前最后的遗愿不是报仇，不是留遗言，而是给下辈子的自己设计了一套拼软饭系统。对啊，他对转世的自己，也就是你的定位是软饭硬吃，保命优先。下辈子替我好好照顾你。原来上辈子的我拼了命保护他，又设计了系统让我回来继续守护他。前世今生2辈子的软饭，不吃也得吃。朕等镜发光等了1辈子，所有人都说朕疯了，说那个男人是妖，铜镜是邪物。朕把说这话的人全杀了，直到铜镜终于亮了，朕透过镜面看到的是你的脸，跟他一模一样，朕就知道是你回来了。希儿，前世救你的是林凡，这一世留下的是我林凡，我不是他的影子，也不是谁的替身。混账！你以为朕分不清吗？这2个月，朕靠着的，朕信的，朕离不开的，从来都是你。林凡同志，你说什么？你前世是大唐术士，是你造了这面铜镜。系统说上辈子的我死在宫变里，突厥的探子说他们可汗手里还有一面残镜，如果跟我这面铜镜原本是一对，那他能做什么？那会不会铜镜衰减越来越严重？正是因为突厥可汗可能在尝试激活残镜，两边此消彼长。林凡同志，你必须做好一个准备，出于安全考虑，铜镜可能在某一天彻底断掉。在那之前，你要在大唐那边建立起自己的根基，不能什么都依赖这条线。明白。大汗，长安密探确认，那个叫林凡的人跟您之前要找的人的画像完全吻合，他也有一面铜镜。自20年捡到他起，就一直觉得他不凡，只可惜他碎了一半，打不开。如果那个叫林凡的人的特殊力量都是从铜镜获得，那我若能拿到他的铜镜，将2面镜子合在一起，大汗是要夺他的那一面铜镜。是，他是外来人，机全在女帝一人身上，大唐自己的人都未必能容得下他。让探子使力搅浑这潭水，本汗要挥师南下，去长安夺铜镜，那镜中的一切力量自然归本汗所有。有了那些东西，突厥铁骑将无敌于天下。是，臣即刻联系。上次陛下让我查刘渊的事，已经有眉目了。3天前，他换了便服去东郊废驿站见了一个突厥人，那人给了他一枚金狼令。想来明天祭天大典，刘渊一定会跳出来。樊郎可有对策？他越慷慨激昂，就越没有退路。所以我的策略是，让他演。他爱唱戏，便给他起高台，等他把满朝文武的注意力全吸去，我们再当众把他通敌的罪证亮出来。樊郎，你越来越像个大唐的臣子了。
我哪是什么臣子，我就是来帮你的。臣兵部左侍郎刘渊有本启奏。陛下，自军师掌权以来，裴相身死，崔正、韩昭伏法，朝中肃老失去其期，老臣们为大唐效力半生，如今人人自危，臣等23人以血为书，恳请陛下罢免军师之职，恢复旧制，以安天下世事之心。军师新政推行张良田亩，收归粮仓，打压各地大族，世家百年根基一朝动摇，士绅离心，天下动荡。臣愿以死相见，若陛下不允，臣今日便撞死在这祭坛上。陛下，臣并非要与军师为敌，只是军师以外来之身掌一国经政大权，推翻百年祖制，动摇世家根基。长此以往，纵无外敌，大唐也将从内部崩塌。今日当着天地宗庙，满朝文武，长安万人，请陛下将此人交付大理寺审问，以正国法，以安史心。说得好，说的比裴彦辰还好。裴彦辰只会喊妖物，你比他高明多了。你替自己披上了一件为天下士绅请命的外衣。刘大人说我动摇世家根皮，那我问你，官仓4万担粮食，实际2万担，少的那半谁动的？军师大人，粮仓调破自有户部和兵部警校，岂能一口咬定是某人所为？这是刘大人袖口的绳结，这是突厥密使脖子上的绳结。这种螺旋鞭法只有突厥王庭在用。刘大人，请问您什么时候学的突厥手艺？血口喷人，一条绳子能说明什么？陛下，既然刘大人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臣请旨搜身。你们不能碰我，我是朝廷命官。刘大人，嘴上喊着为天下请命，靴子里却藏着突厥可汗的金狼令。官仓少了2万担粮，也是你偷着转运到洛阳的吧？你说我动摇世家根基，可你动摇的却是大唐的国本。拖下去，斩了！你以为杀了我就完了？可汗要的是你那面妖镜，只要妖镜在大唐1日，10万铁心就不会退。林凡同志，坏消息！时空探测仪捕捉到了第2条裂缝信号，方位指向突厥草原。残镜在被激活。技术员推测，突厥那边在尝试用残镜打开通道，一旦成功，我们现在这边也暴露了。这不只是大唐的事儿，也是龙国的安全危机。那就不能等了，我要带兵去草原，在他打开通道之前把残镜砸了。大唐的兵，你拿什么武装他们？铜镜传送有上限，我没办法给你无限补给，所以我不靠铜镜。粮食已经种下了，我要在大唐本地建生产线，炸药、火箭、投石机全部自己造，不能全等着你们投喂。好，林凡同志，你成长了。你在那边守护大唐，就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文明血脉。龙国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们这边继续想办法稳住通道，给你搞一份完整的军事工业手册传过去。3个月，我要解决军需，武装出一支军队，穿越千里草原，摧毁残镜。这大唐的天下，我林凡扛了。陛下，军师要在黄庄建新铁方，还要从官营铁力中分走3成。臣身为工部尚书，岂容一个未曾摸过铁锤的黄口小二染指铁力？军师种良确是一把好手，但军备可马虎不得。若延误了兵器供给，叫边关将士拿什么抵御突厥铁骑？段大人，我且问你，您掌管工部多少年了？整整11年。大唐铁房的每一块砖都有臣的心血。是吗？那您真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。这11年，大唐官营铁房又增产了多少？我来替你答。产量不仅没变，质量还越来越差。边关将士用的横刀，砍3个突厥兵便卷刃断裂。一派胡言！金刚难得，10练100练方出一把好刀。
岂是一朝一夕能改进的？所以我跟陛下打了个赌，用我的炒钢法，若能让钢铁产量提升10倍，刀剑坚韧度翻倍，工部才分我3成利。怎么嫌少？格局打开，50倍分4成，100倍分5成。军师好大的口气，陛下，若他真能做到，臣甘愿让出铁坊大权；若做不到，臣请治他欺君误国之罪。若做不到，我项上人头，任你处置。点火！等着看笑话吧！一路废铁渣子出来，老夫亲手把他的脑袋拧下来。抽出你们的刀，用力朝这块钢皮砍下去！这就是你们工部造了11年的刀，边关将士拿着这样的刀上阵杀敌，是要将士们拿命去填吗？若将此钢断成甲片，突厥弯刀砍上去，怕是连白印都留不了。军师的对赌，朕准了，工部全力配合，谁敢拖延，以通敌论处。段大人，您方才不是说要亲眼见证，现在见证了，还有何话说？臣知错。樊郎，你方才真威风，以后朝堂上你尽管放手去做，朕给你撑腰。你就不怕我把朝廷的钱都分走？朕的就是你的，分什么分？这只是第一步。钢铁解决了刀甲，但要打突厥骑兵，还需要炸药和投石机。炸药比道士炼丹炸炉猛100倍的东西。我需要把长安城里所有会炼丹的道士招来，组建一个工坊。朕下旨让清虚道长去找人，但段伦今日丢了颜面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背后是齐州段氏。工坊的位置和配方只有我和清虚知道，我会防着他。万事小心。今日朝堂之事你们都看到了，他要分走官营铁力，下一步就是要收归冶炼权，断我们世家的根基。崔正、刘渊都死了，下一个轮到谁？段大人，他有陛下撑腰，明面上咱们动不了他呀。明面上不行，那便来暗的。那些炼钢炉、火药作坊，一把火就能烧个干净。没了工坊，我看他拿什么兑现对赌？去联系东城的人，手脚干净点。大人放心。一个外来人想动世家100年的范范，也得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命。都听好了，军师大人的秘方，出了这道门就烂在肚子里。谁敢外传，贫道亲手把他扔进八卦炉里祭火。师叔，咱们不是来炼长生丹的吗？怎么弄得这架势要上阵杀敌呀？这就是上阵杀敌。各位道长，你们平时炼丹用的硝石、硫磺、木炭，按照我这图上的比例混合研磨，就是火药。但我需要颗粒化的火药，装进特制的铁壳里，做成炸药包。这东西塞满火药，插上引芯，点燃扔出去，一颗就能把一辆马车炸上天。别乱摸，等把配方备熟了再碰。道长，这批火药3天内必须出厂品，突厥的弯刀可不会等我们。军师放心交给贫道，这配方我炼丹时早有雏形，只是从未想到如此配比。这就按耐不住上门查探了，那就将计就计好了。军师，安探传回消息，段陵昨天散朝后见3名世家官员秘密见面，他的亲信傍晚出城，偷偷进了东郊废驿站。废驿站？那里常有胡商把赶来出售的马儿寄灌在那个地方，渐渐成了个小集市，鱼龙混杂，咱们的人跟丢了。这是我刚才在北墙外印下来的。突厥人的战靴已经踩到咱们工坊地界上了，段陵动手的目标肯定是工坊。如果库房里那几百斤硝无硫磺被点化的话，半个黄庄都得化为焦土。属下立刻加派禁军。不，人多反而会打草惊蛇。
叫人把火药原料悄悄搬进地窖，库房里换成沙土，盖上麻布，巡逻照旧，在暗中调2队禁军埋伏在工坊周围。又是你那半发地雷？对，送给突厥朋友的见面礼。上烟法，别管烟，先烧炉子。是沙子，中计了！找火药，早给你们腾地方。道长，明天去城里散布消息，就说工坊大火，炒钢炉全火，火药原料全都烧了。军师这是要将计就计？对，先让段灵高兴2天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陛下，臣昨夜接报，黄庄冶铁工坊突发大火，3座炒钢炉尽毁，火药作坊原料被付之一炬。军师的新法不仅未见成效，反倒劳民伤财。臣恳请陛下收回册命，恢复工部旧制。陛下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新法终究不如祖制。段大人，你昨晚派去放火，手脚不太干净。你血口喷人！臣不知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，这几个人身上搜出了你工部尚书的私印令牌。段大人，你要不要当着陛下的面跟他们对对质？臣认罪。来人，摘去他的官帽，押入大理寺严审。樊郎，你昨夜是故意撤走守卫，放任他烧作坊的？算不上故意，只是提前猜到了他的心思。核心设备和原料早就转移了，他烧的不过是几个空壳子。以后不许再拿自己当诱饵，万一他们下的不是火，是刀子呢？有陛下给我撑腰，我怕什么？没个正经。段云虽然倒了，但婉儿连夜审了那8个黑衣人，其中有2个骨骼形貌根本不是我大唐子民。突厥人是金狼卫，段陵背后有突厥可汗的手在推波助澜，他们在长安的情报网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深。既然他们把手伸进来，那就不能只被动挨打。我迟早要推动踏平突厥王体，但先得把长安的眼线拔干净。敌暗我明，你要如何拔？用他们自己人。段伦现在关在大理寺，他为了保命，肯定愿意吐出几个联络人的名字。我去大理寺亲自审他。段大人，饿不饿？你想怎样？问你几个名字而已。跟你接头的突厥金狼卫叫什么？长安城里还有多少突厥探子？我若都说了，你可能放过我的家人。我女儿今年才14岁呀。好，我答应。好，我说，西市的湖上铺子和东郊废驿站都是平日的接头地点，每处都有几个探子，接头的人叫阿史那古烈。昨夜臣奉命清剿金狼卫暗桩，于西市查获密信，信中所在，突厥可汗已集结15万大军，比此前军报多出整整5万。突厥前锋3万精骑已越过阴山，不出半月，便可兵临长安城下。陛下，15万剑骑啊！我大唐兵防军不足5万，如何抵挡？只有和突厥可汗联姻，才能退兵保住社稷。裴彦琛虽是逆贼，但联姻之策并无错错。
挑个宗室女送过去，平息突厥大军的怒火，保全长安百姓，何错之有？臣等附议。朕说，江山社稷不需要牺牲女人的年华来保全。陛下，这是国事，长安万千百姓的命，难道比不上一个公主的婚事吗？突厥可汗是铁了心要打，这帮老臣被吓破了胆，只想着割肉喂狼。臣不同意，臣愿请战，亲自带兵抵挡突厥大军。军师未免太儿戏了，连一场正面战役都没打过，凭什么断言能挡住15万铁骑？军师的炒钢炉和火器，对付几个小毛贼或许够用，可15万骑兵杀过来的时候，你那些铁疙瘩能挡住吗？卢大人，那我问一句，送了公主去和亲，突厥就不打了？自古和亲都是这样，结为秦晋之好，自然就退兵了。裴彦辰当初也是这么说的，可他最后引狼入室。突厥稀罕的不是公主，他要的是大唐的软弱。你们每退一步，他就进一步。今日送公主，明日割城池，后日纳岁贡，那大后日呢？让大唐百姓世世代代向突厥人摇尾乞怜吗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？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拿什么挡？不和亲，不割地，不赔款，天子手敲门，君王死社稷。陛下，臣请旨出征。朕的军师说得好，大唐立国100年，从未靠送女人换太平。朕在一日，大唐便绝不和亲。传朕旨意，再有言和亲者，斩立决。满朝文武遇事只知退缩，在他们眼里，朕是女子，大唐的江山就该靠女子的屈辱来保全。他们跪久了，骨头早软了。我会用我的方式告诉他们，大唐的脊梁该怎么挺。你若出征，必须全虚全伪的回来。你敢少一根头发，朕要突厥15万人陪葬。遵旨，臣这就去给那帮老骨头开开眼。樊郎，这千斤重担，终究是你替朕扛了。突厥铁骑为何年年秋冬南下？因为草原滴水成冰，他们抢粮抢女人，归根结底是怕冻死。把那身透风的铁甲脱了，穿上这个。神了，军师，这衣服里像穿了火炉，不仅轻巧，还直冒汗。突厥人裹着破兽皮在风雪里打哆嗦，你们穿上这身，就能在极寒的雪夜里日夜急行军。大雪就是我们屠狼的掩护。衣服再暖和，也只能保命。真到了战场上，突厥15万弯刀砍过来，难道靠几件衣服把敌人热死？衣服暖和有何用？突厥15万铁骑杀来，穿得再暖，也不过是刀下亡魂。卢大人急什么？御寒衣物不过是开胃菜，正餐在后头。此物名为炸药包，一颗落地，方圆10步，寸草不生。军师莫非在说笑？这黑铁工头，老臣看街头道士炼丹也见过，就凭这玩意儿能挡突厥弯刀？10步之内五脏俱碎，管他穿什么铁甲，皆是死路一条。这颗是铁片炸药包，那天锋利碎铁，一旦炸开，30步内铁雨洗地。军师，若靠人力投掷，不过10步，恐伤及自身。可若改用投石机抛射呢？侯老将军不愧是用兵大家，正有此意。此乃我让工坊新研制的投石机，较原来使用的射程更远。300步外投射这种炸药包，铁片从天而降，覆盖面较之前更大3倍。放！
老夫打了40年的仗，今天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兵。老将军，快起来！这只是大范围杀伤的武器，真正能精准杀敌的神兵在这里。这枪叫做击针枪，不需要火绳，扣下扳机就能开火，300步之外连重甲都能打穿。第一发试射，大家都退后，把耳朵捂上。300步就能打穿重甲，有了这样的利器，我们还怕灭不掉突厥吗？军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这把骨头就听凭军师差遣了。老将军言重了，兵器再厉害，也得有懂兵法的人来指挥。怎么用这些火器在草原上消灭15万突厥结兵，我还得指望您来排兵布阵。传朕的旨意，封林凡为神机营统领。臣领旨。警告检测到残境能量剧烈波动，突厥可汗正在强行激活残境，预计15天内时空通道就会彻底开启。神机营才刚刚建好，突厥居然提前动手了。15天又能怎么样？我答应过妻儿，大唐绝对出不了事。只要火力足够旺，管他是什么牛鬼蛇神，全给他炸成灰。神经营的动静，半个长安城都听见了。你还有多少惊雷是朕不知道的？只要能守住你的大唐，我能把整座军工厂搬过来。油嘴滑舌。李凡，突厥的残境在强行抽调能量，通报通道只能支撑最后一次单向传送。快说要什么武器？不要武器，给我全套军工图纸、装甲微型反应堆，还有大量抗生素和手术器械。大战在即，你不要枪炮！枪炮我自己造，大唐将士的命我必须保。快！张处长，张处长！回不去了，是吗？退路彻底没了。那从今往后，大唐就是你的家。突厥若敢犯，朕便与你并肩杀敌，死战到底。大唐的天塌不下来。有了这个反应堆，我的刑天专甲就能重启。接下来的仗，我们自己打。警告：时空通道已彻底关闭。女帝诏曰：天策军师林凡现神器有功，特封征北左路军师，秦九为副将。臣领旨。封侯俊贤为右路军师，牛明达为先锋，即刻率军北伐突厥。臣等领旨。此乃太宗亲佩程颖剑，持此剑如朕亲临。军中违令不从者，先斩后奏。吾皇万岁，大唐万圣。铜镜断了，你已没有退路。这大唐，朕替你守着，但你必须给朕活着回来。等我踏平突厥，回来陪你看这盛世长安。警告：距离突厥大军协议界能量降临还剩13天23小时。神机营，出发！出发！报将军，雁门关遭3万突厥大军猛攻，守将传信，关城最多再撑1日。3万？军报上明明说只有1万有起。突厥提前发难，看来是可汗急着激活那半面残境。军师，此地距雁门关尚有200里，投石机深陷泥泞，咱们3日内绝难赶到。辎重交给你，走大路慢慢跟。秦九，
在。神机营带足机针枪和炸药包，随我抄近路。12个时辰内，必须兵临雁门关。得令。军师，您终于来了！滚木劣势全空了，弟兄们准备拿命填城门了。有我在，天塌下来也轮不到你们填命。3万人，关外连5000都不到。不能啊！前2日漫山遍野都是突厥狼骑，攻势极猛，昨夜才突然安静下来。那不过是障眼法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！关外这5000残兵只是用来妥住你们的诱饵，真正的主力已经绕行阴山小道了。燕山小道，那是直通荆州隘口的死路。荆州守军不足300老弱，荆州一破，突厥铁骑3日内便可直捣长安。军师，那雁门关外这5000人，关门死守。侯俊贤的重兵一到，这5000人插翅难逃。秦九，在。神机营掉头，随我追击突厥主力。敢踏入荆州半步者，杀无赦！警告：异界能量波动剧烈。左贤王绕道阴山，我们走直道，再快点，能抢先4个时辰不妨。军师，弟兄们1天1夜没合眼，马也快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也得死扛。荆州隘口一破，突厥铁骑就会长驱直入关中平原。刘明达在，带2000人进西侧山林，听到主战场枪响，立刻包抄突厥侧翼。得令。大唐连重甲兵都死绝了吗？派一群拿短棍的步兵来拦本王！勇士们，给我踏平他们！全体上膛！第1排放，第2排放。军师，枪哑火了，可能昨夜趟过阴山河道时，弹药箱底部进了水，受潮了。哑火的退后，第1排重新装填，以后弹药都要用油纸包好。秦九，把干燥的弹药分发下去。军师，干燥的子弹不到300发了，足够了。所有人瞄准金狼大旗，直打旗手和将领。只够3枪，得1枪定乾坤了。擒贼先擒王。大唐左武卫牛明达在此，安宜受死！安宜休走，留下首级！荆州大捷，全歼突厥左翼，生擒左贤王。反狼果然没让朕失望，恭喜陛下！军师此战定能震慑草原诸部。荆州距云州800里，沿途全是荒漠，神机营带的辎重怕是撑不到云州。兵部昨日上奏说前线运粮耗费巨大，国库空虚，请旨暂缓补歼。暂缓？军师在前线拿命给大唐拼疆土，他们在后方跟朕哭穷。传朕旨意，开太原府长平仓，征调800里加急一马，把补给送到军师手里。谁敢阻拦，力斩不饶。遵旨。军师，风沙太大了，弟兄们水壶都空了，歇半个时辰吧。不能停，荆州的突厥残兵一定会逃向云州报信，我们必须比他们更快。军师，警告：未知能量正在强行突破通道，宿主肉身正在受到反噬，时空稳定系数下降至37%，通道预计8天后全面崩溃。给我打一针强心剂。军师，您说什么？没事，人哪有不疯的，硬撑罢了。驾！大唐的软骨头，就凭你们那几架破木头，连城墙的土都震不掉！赶紧滚回长安，找娘亲吃奶！军师，城门乃百年铁木，护城河虽干，强攻定会折损精锐，不如退后10里安营。大唐没时间耗了。神机营，换破甲雷，放！这是天雷，换空爆雷，清扫城头！侯将军，城门已开，大唐铁骑，随我杀！军师，抓了个活口，说是知道突厥可汗的动向。他在哪儿？别杀我！我说，可汗数日前已返回王庭，说要召唤神境里长生天的力量。
可汗下令各部交出所有祖传圣物和古迹图腾，还征召了上百名萨马，要强行打开神境。警告：检测到高浓度时空异常能量波动，坐标突厥王庭。强行打开，他拿什么当能量源？撒满的精魂，各部的奴隶，加上云州掳走的唐人，足有9000人。秦九，末将在，留500人接管云州，其余兵马不卸甲，不扎营，即刻全速北上。4天内，我要踏平突厥王庭。力量，长生天的力量，快给我！大汗，不可啊！这妖精在吞噬生魂，腾德力会降下天罚的。天罚？等本汗掌握这神力，长生天也得臣服于我。继续施法！疯了！你这是要毁了王庭！妖物，他在吸人精魂！各部勇士，快逃！谁敢退半步，杀无赦！仪式继续。军师，您怎么了？那面镜子的能量失控了，突厥可汗一定在强行开启通道。军师，前方志号急报，翻过这片戈壁就是突厥王庭，王庭内火光冲天，自有内乱。传令全军，丢弃所有辎重粮草，全速前进。军师，您的身体撑不住的。没时间了，通道一旦打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神机营开路，左小前，随我踏平突厥王庭，杀！秦九，你带左翼封死王庭后路，一只突厥狗都别放逃。神机营随我直捣祭天高台。遵命。大唐神机营在此，降者免死。大汗，唐军杀进来了，外围营帐全毁了，一群废物，给我挡住他们！仪式只差一点了。你的长生天救不了你，把镜子交出来！晚了，你这南蛮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神力。系统警告：空间通道开启倒计时10分钟，时空稳定系数降至12%，危险等级极度致命。死守大汗！神力，这就是长生天的神力！老实点！没用了，神门已开，你们这些南蛮子全得陪葬！军师，你流血了，炸不碎，砍不烂，铜镜的通道在抽取我的生命本源当燃料。全军撤下高台，退避300步！快！老伙计，不管你是谁留下的，再帮我压制一次。来不及了。
我的前世。没时间了，通道一旦坍塌，2个世界都会毁灭。用你的铜镜，从外部压制，把这面残镜的能量彻底吞噬封印。代价是什么？系统将作为融合燃料被彻底烧毁，你会变回一个没有任何保命底牌的普通人。那半透明的人是谁？怎么和军师长得一样？军师有令，死也不准靠近。警告：检测到致命融合请求，执行操作，系统将永久关闭，是否确认？你当年留下这保命系统，就为了护我周全，你把保命当最高优先级。但这2个月来，教我打仗的是大唐名将侯俊贤。和我一起做实验室的是七须道长。系统是你给我的拐杖，但不好意思，现在我不缺了。确认融合。军师，将军，军师下了死命，谁也不许靠近。不，那是长生天赐予本寒的神力，给我停下！给我疯！警告：系统核心熔毁，过目不忘、危机预警等功能模块已永久卸载。宿主：珍重。替我跟他说句对不起，让他等了20年。军师，你怎么样？这是大唐全图，这些经典标记的是何处？不知道，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底牌。好的霸业全毁了，长生天抛弃了突厥。压下去，全军整备，班师回朝。诺。你出征前说会毫发无伤，如今这般模样，可这是欺君。换大唐100年太平，这点伤是臣赚了。这笔账朕记下了，以后没有朕的旨意，你不许死，必须给朕活着回来。臣遵旨。这些金色斑点究竟是何物？臣尚未查清，但有件事，臣必须现在向教陛禀明。在突厥王庭残镜碎裂之时，臣看到了林凡。他的一缕残魂被困在残镜中20年，他耗尽最后力量帮臣封印，彻底消散。他让臣给您带句话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让您等了20年。”欠了朕20年，一句对不起就想2千，没良心！
他欠大唐的，你来还。是，只要陛下管饭，臣定护长安，万事无虞。如今神机营、火药坊皆归他手，他还擒获了突厥可汗，风头无两。再任由他做大，朝堂哪还有我世家的立足之地？陛下待他本就异于常人，若有朝一日让他入了后宫，大唐江山岂不成了他林凡的囊中物？郑大人慎言，对付此人何须硬碰？我等不如联名上书，奏请陛下封他为异姓王。封王？让他与天子平起平坐？卢大人难道不知捧杀之理？大唐礼制，异姓封王，便与天子同宗同列。一旦封王，他与陛下在礼法上便绝无结为连理的可能。明升暗降，断其后路，好一招釜底抽薪。明日早朝，老夫便做个恶人，替周大人铺路。天策军师林凡北伐大捷，生擒突厥可汗，特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1匹。军师此战，换大唐20年边境安宁。朕觉得这些封赏还不够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臣为大唐拔剑，不求封赏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，军师功在社稷，然兵权过重。如今外患已平，为安朝野之心，臣恳请陛下收回神机营兵符，让军师安心休养。卢宽，军师刚为大唐流血，你便急着夺权，是何居心？臣为大唐万世基业绩，请陛下三思。陛下息怒，卢大人此言确有含功臣亲之心。军师功盖天下，臣以为当加封军师为晋国王，世袭罔帝，方显陛下恩威。一顶异姓王的帽子，就想在礼法上彻底毒死我和妻儿的可能。关了世家这算盘，打得可真响。封王之后，林居师便是大唐最尊贵的异姓宗亲，与国同修，子孙永享荣华。周大人好算计。军师大人，即便臣等有私心，但道理不假。您一人独揽军政，难道就不怕有朝一日步裴彦真后尘吗？放肆！你竟拿军师比裴彦真？裴彦真通敌叛国，军师却替朕血战突厥。陛下，臣并非比较二人品行。再者，即便今日军师忠心耿耿，谁又能保证他军师不会有此野心？臣是为陛下的千秋着想。他听进去了。不对，感情最经不起猜忌。卢宽分明是在离间。卢大人说的对，一人独揽军政，确是取货之道。兵符，我可以交还。陛下，臣不要兵符，也不要什么王爵，臣只请一旨，准臣巡视扬州，替陛下经营东南税赋。大唐要变强，不能只有枪炮，还得有钱粮。准奏，即日起封林凡为扬州大都督，总理东南军政税数。神机营兵符暂交兵部，火器工坊仍归扬州大都督府职权。兵符是交了，可天高皇帝远，我们所有算计全打在空气上了。卢大人，这下你可满意了？东海彭山，地下30丈，有矿脉，断不可落入外族之手。凌帆，你到底在大唐留下了多少秘密？此番去扬州，正好出海探探。我与妻儿若一直在神都，关系难免不受朝政影响，不如提前出海寻一退路。陛下所赐，大都督路上用得着。替我谢过陛下，长安的局势就有劳婉儿姑娘盯着了。大都督放心，倒是扬州水深，盐商、海商盘根错节，那些个世家大族都是一群活祖宗，您当心案件。我去扬州可不只是为了整顿钱粮。林凡留下的线索指向东海，我必须亲自走这一趟。
大都督，您可算来了！您瞧这千辆大船，用的是上等铁木，保管您满意。千料船太小，我要造的是这个，这叫盖轮船，载重量是千料船的5倍，能扛远洋风浪。你按这个图纸造就行。大都督，这船吃水太深了，这么长的楼骨，我上哪儿找那么大的整木？不用整木，用金刚打造成铁箍，将木料拼接加固，擂骨横向成立，分散给船壳。看这儿，这儿还有这儿。金刚铁箍拼接，妙啊！小人造了一辈子船，怎么就没想到这招？这艘船，我要能载200精甲，配12门火炮，给你1个月，能不能下水？大都督放心，拼了这条老命也给您造出来。都停手！改图纸，换大料！大都督，咱们造这么大的战船，这是要打哪去？出海。出海？东海深处有座岛，地下埋着一样东西，若是落入外族手里，大唐的100年基业瞬间便会灰飞烟灭。秦九，你看这账目，按产业量算，少说200万贯，结果这一年报上去才80万贯。大都督是觉得有人吃了中间的差价？不止吃差价，我怀疑扬州的盐商和本地官员早就勾结到一起了。周安那个长史，昨日接风宴满脸堆笑，背后不知道瞒了咱们多少事。你留在扬州这边，替我盯着周安，等船造好了，我就带几个人出海。全队登船，目标东海方向，马上开船。大都督，前方海域不太对劲。跑了15年海，从来没见过这种雾。我的妈！那山上的经文到底是什么？大都督小心，里面不知有何机关。属下郑天成奉先主之命，护守扬州船港20年，专候同境之主，今日终于等到了。先主，你说的是凌凡？20年前，老主公将这座岛的位置和船务图纸交给属下，让属下在沿海港市扎根，等一个拿着铜镜的人出现。他说，那个人会完成他没做完的事。他还说了什么？先主说，岛下30尺，埋着能让大唐称霸100年的东西。先主称这东西为黑金，说它能燃烧，能炼制出比木炭猛烈100倍的燃料。黑金？难道是石油？留一艘快船和30人驻岛，封死海底暗礁入口，其余人装满矿石，随我返航。遵命。林凡，既然把饭都喂到我嘴边了，那我就替你完成你的布局。大都督，扬州急报，五星旗报联合封锁大运河，曹帮持刀拦截盐船，扬州商号全部被逼逼前断交出，木料铁料断供，造船厂停工。返航。大都督出海游玩可尽兴了，今日怎么有空来运河赏景？把铁链撤了，这堵着入口的连船是怎么回事？大都督，五星旗教联合下了禁令，凡与大都督府合作的商号都不出5大商路，这条运河一直是他们几家说了算。大都督，
把这帮狗东西全砍了吧，让末将动手。杀了他们，正好递给武姓七王这擅杀良民的把柄，卡死江南的盐铁。他们以为锁住运河就行。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主子，大运河走不了，本都走海路就是。他们锁得住运河，还能锁住汪洋大海不成？海路，大都督莫不是得了失心疯吧？出海的船全是打鱼的，怎么拉货？那就不劳你主子多费心。这。即日起，凡经扬州海路翻越海盐者，免除3年关税。大都督府提供海船护航，分文不缺。这么好，免除3年的关税。可武大家族刚下了禁令，谁敢跟大都督走，被武家盯上，以后在江南就别想做买卖了。从今日起，严厉对半分，谁愿随本都走海路，3年之内，本都保你们赚的银子比跟着武大家族10年还多。大都督，草民信你。草民那破渔船虽小，装5筐盐也是能装的。好，额外免1年的赋税，给你这第一个入伙的。秦九，登记造册。我也来，最后一个。林大都督搞免税告示，搞得好热闹。王公让我来看看，这扬州码头还剩几条船？王公有令，即日起，扬州港内凡挂大都督旗号的船只，一律不许装货，不许出港。哪家商户敢接林凡的货，武训期望断其100年商路，定与他不死不休。王管事远道而来，辛苦。大都督客气，小人奉王公之命来提醒大都督一句：武姓期望根植大唐100年，盐铁商路是几家祖辈一刀一枪拼出来的。大都督想动，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王管事，替我给你家主子带句话，他堵得了码头，堵不了人心。扬州的盐，今天已经出发了。啊！王管事，江口没动静，1条船都没出去。谁说我走的是长江口？大都督，第一批海盐全卖光了。不光盐商来了，隔壁常州和润州的丝绸商和茶商也来打听海路，问能不能搭咱们的船往北方卖货。来者不拒，传令下去，走扬州海路者，关税立减5成。大都督，我家王公愿解运河之禁，开放铁料和硝石供应，只求大都督高抬贵手，给武家在海路上留口汤喝。留席位可以，依本都3条规矩：第一，盐价由官府评准，不得私谈；第二，武家名下矿产全数造册归档，受大都督府提督；第三，每年让出2成海贸红利，充作海防驻港之用。大都督，这无异于要了武家的半条命。 2成利换1条活路，你家主子算得清这笔账。送客。大都督，武姓期望这回是真低头了。咱们的盐利加上海贸，国库1年少能多出300万贯，够养10个神机营了。陛下怎会在此？那长安的朝局谁来坐镇？有婉儿盯着呢。朕若不亲自来看看，怎知大都督是不是在扬州乐不思蜀了？微服出巡，未免太险。我带了8个暗卫呢，放心，没人认出朕。再说朕这帮打扮，不过是个寻常商妇罢了。寻常商妇若有这帮倾国之姿，只怕这扬州城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。油嘴滑舌，带朕去看看你的船。这就是你造的船，比长安城的宫殿还大。以后会造更大的，这条船能载200人，能横渡东海，再安然返回。朕这辈子都没出过关中，没想到天下这么大，海这么宽。你想不想去看看海的那边是什么？我在东海找到了一座岛，岛上有矿有淡水，能住人。等大唐根基彻底稳固，海路通畅，军队强盛，百姓富足，我想带你去那座岛，不管朝政，就我和你看日出日落。你是希望朕还政于李唐？与其等别人夺，不如自己选个时机，体面的交换。趁你还年轻，趁大唐还在上升期，留下一个盛世之名。樊老，
后世史书中我的结局是不是并不好？世家有世家的立场，可百姓都知道你为他们谋的公平与盛世。别怕，我来了就会帮你改变那个结局。其实朕从登基那天起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但朕就是要让大唐不再受外族欺扰，商路通达四海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我都知道，如今海运之路已经打通，铁矿煤矿在手，火器也能量产了。从马斯罗需求层级分析，只要再提供更多阶层跃升的通道，这届百姓算是极幸福的。马斯什么罗？是樊郎那个时代的东西。对啊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我们慢慢聊。好。